所以這玩意兒真不是啥山寨快充，更像是一台被低估的桌面電源工作站。240瓦，90分鐘，不掉壓，不虛標，小公司能做到這份上，是真的想幹點事情。我只能說，我這次是真的淘着好貨了。這個玩意兒，我個人認為很值。各位們，大家好啊！最近我在研究高功率接口方案時，我們發現一台特別的電源，它不是普通的快充，而是直接上了一個 XT60 的高電流輸出口，額定可以達到20伏12安，單口就可以拉滿240瓦。這類設計幾乎沒在民用的適配器裡面見過，我一看就覺得有參考價值，所以在淘寶上直接買了2台，一台留作後續測試或者是開發用，另外一台我們就老規矩，先測試後拆解。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台來自深圳深能集電科技的240瓦氮化鎵電源適配器是真有實力還是堆料噱頭？喜歡我這種硬核測試視頻內容的老鐵們，記得一鍵3連點讚、關注、投幣、周期，你們的支持就是咱們這個頻道更新的動力。我們先開箱。整個產品的包裝盒做的是非常的簡潔，就是一個充電頭的概念圖片，氮化鎵電源適配器，有3C 認證，後面是產品的特點，全部都寫着有啊，製造商信息。裡面還有一張電源適配器的使用手冊，這個是配的一個聯想的方口電源轉換線，這個也是筆記本電腦的一個圓口的轉接線。我買的是一個折疊插腳的，還有一個3角的，這個是折疊插腳的，我們就以這一個為測試標準來進行測試。整個充電器灰色的外觀，沒有任何多餘的圖案點綴，非常的簡潔樸素。充電口部分為銀色的塑料，XT60的接口有一個電源指示燈，一個 Type-C 口，一個 USB-A 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圍尺寸啊，充電器寬度是73毫米，高度是95毫米，厚度為34毫米。折疊插腳拉出來，這邊寬度變成88毫米。適配器和線材一起的重量是537克，單線材114克，單適配器422克，這個分量很足的。附贈的這根筆記本的電源線長度為1.8米，線材直徑為5毫米，這個筆記本電源線做工還是可以的。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產品的規格信息啊，氮化鎵電源充電器型號 XYYGAN240XT20， 輸入規格是200至240伏3安 Max， 這個不支持110伏。DC 口輸出功率最高240瓦 ，Type-C 口輸出功率最高20伏5安100瓦 ，USB-A 口輸出最高功率18瓦，3口輸出總功率240瓦，智能分配。3C 認證，海拔小於2000米使用，非熱帶地區使用，6類電子產品 RoHS 環保認證，雙路絕緣，室內使用，請勿扔向垃圾桶。3C 認證信息我們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圖。製造商深能集電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中國製造。這個適配器設置了 C 口和 A 口，我們就來檢測一下它的快充協議。這就是 Type-C 口的協議情況，有融合快充的105瓦。高通 QC3+5伏、9伏、12伏、20伏、3.6至20伏，華為 FCP 最高功率18瓦，華為 SCP 的22瓦協議，三星 AFC 24瓦協議 ，PD 3.0 100瓦 ，PBS QC5。PD 3.0 點進去，固定檔位5個，最高20伏5安100瓦 ，PBS 是5至21伏5安100瓦的 PBS，DCP Able 2.4 2個基礎協議，這個就是 A 口所支持的協議的情況。竟然也有 UFCS 啊，但是功率是16瓦的。QC 3.0 5伏、9伏、12伏、3.6至12伏。華為 FCP 功率也是18瓦，華為 SCP 22瓦，三星 AFC 這裡變成了18瓦。DCP 基礎功率。測試完它的快充協議，我們就是來檢驗一下它的手機部分的兼容性的情況。這部手機為榮耀200，我們用它來測試華為和榮耀的兼容性啊。首先是 Type-C 一口，啟動的是超級快充。榮耀的 PBS 是沒有啟動的，因為裡面有 SCP 的快充協議，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1瓦左右，這個功率也算是可以吧。A 口也是同樣的啟動的超級快充，功率的話跟 C 口是差不多的，也是21瓦左右。這一部手機為米家的設備啊，我們先看 Type-C 口，顯示快速充電，真實功率跑到15瓦左右。A 口也是顯示了快速充電，功率要偏低一點，只有11瓦左右。
這2部手機為綠廠系的手機。我們來看一下 OPPO 的顯示的超級閃充，這個應該是啟動的 UFCS 融合快充啊，真實的起始功率在28瓦左右。Echo 的話走的是基礎功率10瓦。我們再看這部1加手機，也是可以啟動超級閃充啊。應該是融合快充，真實功率也可以跑到27、8瓦。Echo 跟剛刚的情況是一樣的。我們看這個3星能不能啟動快充 2.0， 顯示的是超快充電 2.0 啊，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這部手機為藍廠的手機，可以支持100瓦的 PPS 啊。首先我們看 Type-C Echo 啟動 PPS 快充，最高功率跑到80多瓦，還是藍廠的設備最不挑充電器了。Echo 的話啟動的 QC 2.0， 走到17、8瓦的功率，也算是可以吧。這個充電器的兼容性我們都測試過了，它的綠廠的手機 UFCS 兼容的很好，藍廠的就不用說啊，兼容性是100瓦的 PPS。華為的22.5瓦的公開買協議，我們就採集融合快充 PPS 和蘋果的實際充電曲線，看看它的充電效果怎麼樣。OPPO 手機來採集它的融合快充曲線，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還有6%，我們直接採集數據。這一部 OPPO 手機電已經充到100%了，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啊，這就是融合快充的充電曲線圖，逐漸上升功率的模式。起始功率28瓦，充到22分鐘漲到31瓦，然後再降到28瓦。到48分鐘的时候又漲到31瓦，這個時候電已經充到90%了，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充到98%的時候變成基礎功率進行涓流充電。這個手機從6%的電充到100的電，一共花了1小時零2分鐘時間，6000毫安的電池，這個充電速度還算是可以的。還有就是溫度的情況，這麼大功率240瓦的充電器輸出30瓦根本就沒有壓力啊。大家看一下，我用熱像儀採集了2張溫度圖，充電前表面溫度26.5度，充到40分鐘的時候，表面溫度僅僅為32.2度。咱們測試的時候，室內溫度23度左右。PT 公版充電協議的充電效果，我們先採集蘋果手機的固定檔充電效果。這部蘋果16 Plus 還有8%的電量，我們直接充電。這個蘋果16 Plus 已經充了86個電了啊。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4階段的蘋果標準充電曲線。第一階段最高功率是28瓦左右，一共持續了8分鐘，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在19分鐘的時候進入20瓦的功率階段，充了10分鐘左右，然後逐漸的下降到15瓦的功率，充了7分鐘。最後一階段是9瓦的功率，充了大概3-4分鐘就充到80%。這個手機從8%的電充到80的電，一共花了50分鐘時間，充電時間也算是標準的。充電器的溫度的話，基本上是沒有變化的。充電前31攝氏度，充到30分鐘左右的時候還是31度，所以我們也沒有必要去展示了啊。240瓦的充電器充手機，這個溫度幾乎是忽略不計吧。PD 的 PPS 數據採集，我們就用這個藍廠的手機啊，100瓦的 PPS， 目前手機電量還有19%，我們直接充電。這部藍廠手機充電已完成，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前面3分鐘為高功率時段，最高的尖峰功率漲到95瓦，只堅持了2秒鐘，然后逐漸的下降功率了。後面是70瓦的功率，持續了接近2分鐘，然後調整功率。第3分鐘開始到22分鐘，這19分鐘的時間，平均功率大概在41-2瓦的樣子。後面充到90%，逐漸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滿電。這個手機從10%幾的電充到100的電，一共花了32分鐘。這個充電曲線也是標準的 PPS 100瓦的充電曲線啊，經常看咱們視頻的，一看就知道了。充到第18分鐘的時候，我測量了一下充電器的溫度，最高溫度為32.3攝氏度。測試的時候，我們室內的溫度始終是23度左右。前面手機測試大家都看到了啊，給手機充電的話，這個充電器是一點點壓力都沒有。我們現在就是對它做最嚴苛的烤機測試，從240瓦開始，直接对它做長時間的功率拉載，看它表面升溫的情況，還有看它能堅持多長時間。我們用這個計時器來進行計時，同時負載儀的上位機也會進行監控。大家看這個計時器的時間啊，1小時33分鐘了。負載儀的上位機截屏出來的數據是一直在持續的運行，電壓、電阻、功率是沒有任何變化的，沒有掉壓的情況，沒有掉電流的情況。1小時30分鐘時間已經證明了這個適配器它的輸出能力是非常強大的啊。這個時候我們測試到它表面最高的溫度在機器的頂部為70攝氏度，充電口部分它的溫度為71攝氏度，溫度採集線採到表面溫度最高的時候是68攝氏度，1個半小時240瓦，這麼小的體積，這個表現算是可以的了啊。現在這個適配器已經足足運行了
2小时09分鐘，180瓦的輸出功率啊。我們來看一下我負載儀實時截屏下來的，負載儀上面顯示的功率是176瓦，這個功率曲線圖看不見了，我們把它放大一點，這是負載儀上位機軟件的問題啊。我們把它放大一點就可以看到，刻度在180瓦的位置，中間是沒有斷過的，一直在持續的輸出啊。這個適配器的輸出能力是非常強悍的。熱像儀來測到表面的溫度還是在頂部這個位置，在61攝氏度左右，充電口的溫度也是61攝氏度，採集線採到這個殼體表面的溫度是60攝氏度左右。我們現在做的就是直接讓它輸出 PD 100瓦，剛剛做完180瓦的烤機啊，我們直接讓它輸出20伏5安100瓦功率，多運行一會兒，我們看一下這個溫度的情況。兄弟們，看我這個計時器的時間啊，4個小時38分鐘。我們看充電曲線圖，97瓦的真實功率一直很穩定的輸出了2小時20分鐘。用採集線採到這2個小時的溫度一直穩定在57度左右徘徊。用熱像儀採集到殼體溫度還是這個頂部啊，為56.7攝氏度，也就是57攝氏度，跟我們採集線採到的溫度差不多的。充電口的溫度為68攝氏度，這是連續烤機從180瓦變成100瓦，4個多小時時間，這個家伙非常的強悍。我們現在要做的測試就是來測試一下這個充電器的轉換效率的情況。這一項測試可以從側面反映這個充電器內部的電路架構、磁路和驅動做的扎不扎實的情況。這一個是適配器，它有固定的20伏的直流輸出，這個就是 AC 轉 DC 的1級降壓。下面它還有充電口，這個是 AC-DC-DC 的2級轉換效率，我們都要分開測試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看它在220伏電壓下的待機情況。220伏50赫茲的狀態，經過10多分鐘的測試，它的待機功耗約為 0.45 瓦。這個待機功耗做的是非常不錯的啊！大家可要知道，它是240瓦的適配器。現在是適配器輸出100瓦的工況，這邊電壓是 20.09， 這邊是 4.98 安。220伏輸出 108.1 瓦，這邊直流就是100瓦啊，折算下來轉換效率為 93%。現在是160瓦的工況，220伏輸出 170.5 瓦，這邊直流是 160.8 瓦，折算下來轉換效率為 94%。現在是200瓦工況啊，220伏輸出 213.5 瓦，這邊直流輸出就是200瓦整，這樣算下來轉換效率也是 94%。現在是滿功率240瓦的工況，220伏輸出 255.5 瓦，直流的話就是239瓦，這樣折算下來轉換效率還是 94%，這個效率做得很不錯了。咱們現在做的就是這個適配器的充電器部分，它的轉換效率的情況。15瓦功率的時候，220伏輸出 19.8 瓦，這邊直流15.4瓦，折算轉換效率 78%。27瓦功率，220伏輸出 32.7 瓦，這邊直流輸出 27.6 瓦，折算轉換效率 84%。36瓦功率，220伏輸出 42.4 瓦，這邊直流 36.8 瓦，折算轉換效率 87%。45瓦功率的時候，220伏輸出 52.2 瓦，這邊直流輸出 45.96， 也就是46瓦，折算轉換效率 88%。60瓦功率，220伏輸出 66.2 瓦，這邊直流輸出 59.6 瓦，折算轉換效率 90%。100瓦功率輸出，220伏輸出 108.1 瓦，這邊直流輸出 97.9 瓦，折算轉換效率 91%。以上就是這個充電器轉換效率的測試。同樣是100瓦的功率 ，AC-DC 1級轉換效率，它就可以做到 93%。經過 Type-C 口輸出的話，轉換效率就變成 91%。這其中 2% 的損耗就是來自 DC-DC 的降壓電路。我們現在要做的測試就是來看一下這個充電器它的功率分配的情況啊。我們用這個馬斐的 GNS S35 來拉它的240瓦功率，然後再接上一個充電寶，看看它有沒有斷連的情況。首先，我們啟動它的 DC 口的240瓦功率。大家看這個充電寶的顯示屏已經拉滿了240瓦。我們再接上酷耐克15號充電寶，可以看到這個充電寶是沒有任何反應的，功率也是240瓦，定在那裡沒有動，就說明這個適配器在滿功率輸出的時候，這2個充電口默認是關閉的啊。我們接上 A 口試一下，看是不是關閉的。確實是沒有電流輸出了，只保證這個 DC 口全力輸出。大家看這個小窗口240瓦一直穩定的在輸出。我們這一次先啟動 Type-C 口的100瓦，我們這個時候把 DC 口接上去。Type-C 口是沒有任何斷連的 ，DC 口也一樣的跑到了240瓦，但是 Type-C 口關閉了，
這一項測試說明它是優先保證 DC 口它的電流最大功率。我們再來一個充電寶來驗證一下啊。現在是 C 口95瓦輸出，接上 DC 口，徹底斷掉了，這邊的功率也跑到了240瓦。適配器優先保證 DC 口的滿功率輸出，這種設計對筆記本電腦是非常友好的。我們再來看看這兩個充電口同時使用的情況啊。直接先啟動 Type-C 口的100瓦，接上 A 口，這個是真正的是不斷連的啊，沒有任何反應。A 口就直接拉到最高的18瓦，240瓦來供這兩個充電口使用的話，完完全全是绰綽有餘的，所以說它不會斷連。如果有 DC 口輸出的話，這個適配器就會優先保證適配器的輸出，為筆記本電腦提供充沛的能量，它不會去照顧兩個充電口的。這個240瓦適配器前面的測試表現可以說是非常不錯的啊。最後一項測試 ，DC 口的文波和 C 口、A 口的文波，我們全部給它測試一遍，這也是各位老鐵們最在意的一個數据。DC 口文波測試，我們該加的電容我們都加了。由於它只有一個固定檔位20伏，我們就測試100瓦、180瓦和240瓦3個功率段的文波情況。首先是20伏100瓦的功率啊，在1毫秒的实際分辨率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文波只有28.5毫伏，平均文波在25毫伏左右，这个文波非常的低啊。实际分辨率調高一點，調到10毫秒的時候，這個時候的文波在29.3毫伏，平均文波27毫伏左右。現在是20伏9安180瓦的功率，文波也就40.4毫伏，平均文波37毫伏，表現非常的不錯啊。實際分辨率還是在10毫秒，這樣看得清楚一點。現在是240瓦最高的功率，12安的電流輸出，這個時候的文波最高的時候53.5毫伏，平均文波50.5毫伏左右，這個文波表現是非常不錯的。調整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啊，這個波形很穩的，沒有大幅度的波動。我們現在測試 Type-C 口的文波啊，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時候22.2毫伏，平均文波19.5毫伏左右。27瓦文波最高的時候是23.5毫伏，平均文波20.2毫伏左右。36瓦文波最高的時候28.3毫伏，平均文波21.3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時候28.5毫伏，平均文波25.2毫伏左右。60瓦文波最高的時候42.2毫伏，平均文波34.5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時候40.6毫伏，平均文波37毫伏左右。我們現在測試的是 A 口的文波啊，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時候62.6毫伏，平均文波58.6毫伏左右。18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時候61.9毫伏，平均文波57.7毫伏左右。12伏檔位的18瓦文波最高的時候53.6毫伏，平均文波50.6毫伏左右。大家記住啊，像我測出來像這種表現非常的平直的文波，對我們的設備是沒有任何傷害的。各位兄弟們，太久沒有測到這樣驚豔的作品了啊！深能極電240瓦氮化鎵電源適配器，這次真的是把我驚到了。它不是大廠的旗艦，而是一家新創公司的產品。300多的價格，240瓦的足功率，平平無奇的外觀，卻在性能穩定上交出來一份幾乎教科書級的答卷。首先是它的輸出表現 ，XT60 的接口連續拉滿240瓦，整整1.5小時。外殼最高溫度僅為70攝氏度，而且還是在頂部這裡。當功率降到180瓦，它的表面溫度就是61攝氏度。100瓦的 Type-C 口輸出2個多小時，穩定在57攝氏度。這套散熱架構放在同級的桌面適配器裡，幾乎是無可挑剔。轉換效率方面同樣亮眼 ，AC-DC 轉換效率高達94%。經過2級降壓的 DC 轉換效率100瓦也有91%。這麼大個家伙，待機功耗僅為0.45瓦，這個能耗控制堪比一線品牌啊！多口功率分配邏輯也是非常聰明的，優先滿足 XT60 的筆記本供電端口，筆記本吃不完的功率會自動的分配給 C 口和 A 口，即使同時工作也不會掉線。文波表現更加是驚豔了 ，XT60 240瓦12安的電流，最高文波僅為50毫伏左右 ，C 口和 A 口的文波也是在60毫伏左右。這種級別的純淨輸出，足以勝任各種高精度設備的供電。如果非要挑毛病的話，那就是手機的兼容性還需要打磨。榮耀的100瓦 PPS 不支持，但是 OPPO 和 vivo 蘋果都能夠完美適配。所以這玩意兒真不是啥山寨快充，更像是一台被低估的桌面電源工作站。240瓦90分鐘，不掉壓不虛標，小公司能做到這份上，
是真的想幹點事情。我只能說，我這次是真的淘着好貨了。這個玩意兒，我個人認為很值。而最讓我好奇的是，它的包裝盒上居然印着國外品牌的驅動芯片。一家新公司上国際方案，這種底氣從哪裡來的？架構是怎麼設計的？散熱和同步整流怎麼配合的？兄弟們，下期拆解篇我們把它掰開看個明白。車是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認真車載客觀輸出。我是牛火車仔，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